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Async Talk 是一档 Web 开发以及 AI 前沿技术分享的一个播客节目。我是主播 Anata。今天我想要去分享一个目前我认为是最正确的一个 Agentic 的 Coding Editor。大家写代码，你有各种各样的开发的工具，比如说你用 JetBrains 他们家的一些产品，像是 Golang 的或者 WebStorm 这样的产品。比如说你用 VS Code， 那或者说最近出的一些新的，比如说 Google 的 Anti-Gravity 的 Coding Editor， 那或者说像是 Cursor， 或者说像是 Windsurf 这样的产品。但是其实那演变到最近，我们大家可能会用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来去写代码，你其实可能很少就打开像是我们传统的一些 Coding Editor 了。但最近我会发现 Cursor、Cloud Code 或者说 Codex， 它可能也并不是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最近我发现 Cloud 的 Desktop 以及Codex App， 它们可能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最终我们写代码的一个方式。对，它可能有点突破传统观念。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去通过 Cloud Desktop 或者 Codex App 来去开发软件？那这里就以 Cloud Desktop 来去做举例。首先打开一个 Cloud Code Desktop。OK， 那到界面就是这个样子。到这个 Code 界面，那它有一些 session， 包括我之前做的一些记录。那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来跟它命令写一个新需求。那这里我是会需要去选择一些 GitHub 的仓库的。那这里我来介绍一下，我之前有一个项目是ShellTime， 它是用来记录你命令行一些工具，之后会有一些数据分析之类的内容。OK， 那接下来我需要去介绍说怎么样去通过 Cloud Desktop 或者说 Cloud Web 来去做，让我们完全不需要打开编辑器的情况下来去完成一个需求。那接下来我需要去选择我要用哪个仓库，那这里我就去找我的 ShellTime， 因为我需要让它去完成一个 Web。我本地其实 ShellTime 它有个 CLI 它还是有挺多比较复杂的命令的。那我需要在网页上面去展示这个 CLI 相关的命令。那这里我就让它去帮我做一个 Web， 它有可能去读到 Server 相关的内容。那它最重要的是要读 CLI。好，那这里我把 CLI 的项目也加上。那我想想它会不会读 iOS 客户端呢？应该不太需要。那这里我就告诉他说 ，In Web Project we don't have a page to explain how commands or CLI project have。OK， 那这里我就告诉他，在我们的 Web 项目里面，我们并没有一个页面来去解释说我们的 CLI 项目它有哪些命令。那这里我就让他来去帮我新开这样一个页面。其实可以看到它下面这部分就起了3个项目，那各自有各自的 branch。那这里会等一段时间。好，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等待，这个 planning 终于做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plan 做的怎么样。OK， 那这里它告诉我已经找到了一个 CLI integration 的 page。所以说它会创建一个 CLI page 的 TSX。这里他说他需要去做一些样式上的调整，会有一个 command grouping 的一个分成 section 来去介绍。好的，那大概是这个样子，看起来挺对的，至少对我来说看起来还是蛮对的。那我们就接下来去 approve 这个 plan， 让它去做事情。好的，那再次经过一段时间等待，它这一块终于执行完，结果它就是这个样子。那前面有各种各样的过程，中间有一些执行的状态，那到最终结果，它告诉我们说新建了这些文件。接下来我们通过 Cloud Desktop 来怎么样去做呢？我们知道它已经把事情做完了。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下面它有一个 Create PR 的按钮，那么我这边点了之后，它就会去创建一个 PR， 那就会在 GitHub 里边有一个 Pull Request 产生出来。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当然这也就回到了我们正常的软件开发的流程上面，那就会有一堆的 agent 过来帮你去 review， 当然你可以去 assign 给其他某一位比较资深的同事来再帮你继续 review 一下。那这里我自己来进行一个 review， 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静态文本的一个生成过程中，它只不过去用到了另外一些项目的一些知识。可以看到其实还是蛮简单的，主要文件其实在这个 CLI page 里面，那我大概看一下它有500多行，可能说对于长期的维护来说不是特别友好，毕竟500多行还是蛮大的。但考虑到它只是一个静态文件，它不会在将来有什么太大的变化，500多行其实也还算能接受了。
我觉得它没有达到一个专业的软件开发工程师的水平，因为专业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他会再把这个 page 分成多个组件，来为了更加 long term 的一个 maintenance， 其中的一些的话也会放到一些其他独立的地方，但是还算能接受。那这里我假设说他做的还不错，那就在这边直接 merge 掉了。但如果你觉得它不行，你这边还可以继续说什么 refactor the page。但这里因为它执行时间太长了，我就不做演示了。这里我认为说它做的还不错。OK， 那当我们再次回到这个 desktop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个 merge 状态已经同步回来了。你可以看到全程我只是通过这样一个 Cloud Desktop 来去和它文本性的聊天。我去点击告诉他要做什么，我去点击一个 Create Merge Request， 这样他就去进 GitHub 的 page 去创建这样一个 MR。那我自己 review 完以后，我就点了 Merge， 全程我没有打开任何一款传统的软件开发的工具，它就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它新建了一个页面，那个页面有一些还不错的内容，它大概解释了其中我 CLI 的一些命令。大家可以看到说 AI 它对于传统软件开发方式的冲击，它甚至已经体现在了我们日常开发工具，它甚至已经体现在了我们日常写代码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了。我们写代码不再需要之前那样去打开沉重的 IDE 去进行各种复杂的 setup， 各种理解需求，各种去实现对应的代码，以及各种的 review。现在它就可以在你的这样一个 UI 界面里面来去完成这些事情。OK， 我承认它现在确实不能去完成那种复杂的项目，但是对于中小型项目来说，它已经完完全全够用了。像是 Web Coding 的话，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去打开 CLI 来去做什么事情，我只要告诉它，它可以达成多个 report 的联动，多个 report 的上下文，它有更充足的上下文，它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它有没有缺点呢？当然也是有的。你看，就像我刚刚的一个流程，我让它去写了一个前端页面，但其实我并不知道它前端页面写的怎么样。那这个我认为是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去解决到我们这个 preview 中间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验证的环节。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也许3个月到半年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解决方式出来，也不能说是传统了，像是 Vercel 或者 Render。或者各种各样的服务，我猜他们应该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完成这个事情。像是纯静态页面，我非常确定，像是 Render 或者 Vercel 他们是可以部署的。那像是可能我们这种半后端的项目，也许也需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看到了说，我们可以通过完全不打开 IDE 的形式来去完成一个需求。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替代现有开发模式的一个方案。它是有很多的限制条件的，那一个限制条件就是你的代码也一定要比较简单，划分一定要比较准确，语义一定要比较清晰。那另一点就是我们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它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如果你其实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那它其实是很大程度上会做错的，即使它有 planning 的模式。那还有我觉得我们需要去看到它的这个限度在哪里。那目前我看到它的限度是说，它可以做中型项目，它可以做小型项目，它可以做 report 的联动。那它能不能做大项目呢？做一个我们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呢？那目前在我看来，它是 AI 是做不到的，它没办法去创造一些非常有创造力的事情。就我目前的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我们来拿 AI 来去完成这些可以方便我们生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看到说它的限度在哪里。它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可以解决任何事情的这样一个工具。Async Talk 这期节目只是想向大家介绍一种新的软件开发的形式，并且我认为这种软件开发形式会在接下来慢慢的去替代掉传统的软件开发方式。我们会越来越少的打开传统的 IDE， 打开传统的编辑器，进而越来越多的去用这样一个桌面软件，甚至说手机软件来去直接和 AI 聊天。其实现在我有的时候坐地铁或者说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点子，我都会打开 Cloud 去跟他聊这个点子怎么样，以及他怎么看待。那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去打开 Cloud 的 Code 模式，像是这样，然后直接和他聊天，其实就和 Desktop 一样，它可以去选择你的开发环境，它可以选择你的某一个 Git 的窗口，那它可以去选择某一个 branch 来去做事情。
其实在之后我们软件开发的方式是会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好的，那今天 Async Talk 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尝试一下 Cloud Desktop 或者说 CodeX App 这样一种不太一样的新型的软件开发方式，去感受一下我们 AI Native 的一些开发模式。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